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 Go Summit 第二届国际影视高峰论坛哦。那我们这一个论坛的主题主要讨论的是热门的文学 IP 如何改编成 LGBTQ+ 的影集。那我们很高兴呢，今天邀请到这个来宾呢，刚好是把整个产业链把它串起来啊。我们有作家，然后我们有学者，然后我们有导演，我们有制片人。那我想说，我们先开始介绍我们的与会来宾，然后先跟大家问好。首先，我们介绍的是我们台湾文策院的院长胡金芳，胡院长您好。大家好，我是胡金芳。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学者代表啊，他目前是在南艺大的动画艺术与影像美学研究所的专任教授罗和林，和林你好。大家好，我是何林。然后再来是我们这个军犬啊，军犬这部片子，等一下我会特别提一下，在我们嘎嘎乌拉拉这个平台呢，其实获得很好的反响啊。那我们军犬的导演王品文，大家好，我是王品文。OK， 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一个影视的制作人哦。那他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做了17岁的天空，然后剩下光年等等这样子一路下来，然后很多主题其实都跟同志议题是有关的。那我们欢迎三和娱乐的创始人之一 Michelle 蔡玉萍小姐。Hello， 我是叶玉萍，大家都叫我 Michelle。Michelle， 嗨 ，Michelle 你好。OK，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flow， 那这个 flow 呢，就是我们会先从作者开始，然后去讨论，就是说在这个影视改编过程当中，作者的身份以及作者的决定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请何林呢，大概来讨论一下目前在这个同志影片或者是同志影片跟 BL 影片相关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一些热门的讨论。然后再来，我们会进到我们的电影导演，因为品文做的这个军犬的改编，在这个改编的过程，大概有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或者是跟演员沟通的这个部分。那最后我们就回到 Michelle， 因为 Michelle 最近有做了一个新的这个改编的制作，那其实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IP 的转换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用这样子的 flow 来把这个论坛进行。那如果线上的朋友呢有持续观赏到最后的话呢，我们最后会有彩蛋那这个彩蛋呢，就是我们会请我们的院长呢，会告诉大家，不管您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国际上的创作者，我们台湾的文策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对文学 IP 改编的一个助攻的一个协助。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是不是我们先把问题请教胡院长就是说以您在国际上这样子不管是工作的经验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作者，你认为在这个同志文学 IP 改编有目前或者是最近有哪一些比较热门的作品？然后你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吗？我是觉得文学改编成影视化，改编成另外一个媒介，一直都是趋势，它其实从来没有减缓过。那其实最明显的，比如说像日本他们的推理小说一直长期漫画跟推理小说一直在改编成电影，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减缓过，反而会加强，因为现在的所有的影视的作品都在找故事的源头。那其实小说类或者是漫画类这样的一个出版品，它是最简洁、最方便，也最成本上面它最容易被控制，然后马上可以发展出一个故事。这个一个人就可以把小说写完了。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人就可以把故事讲清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人的一个想象力也是非常无限的。那刚刚那个我们就来讲，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前2年就很迷一个电影叫《Call Me by Your Name》，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同志文学作品改成的一个电影。那我其实一直在讲这个小说文学作品改成电影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当然是一个文学读者，然后我也是一个电影观众，我常常都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2个不同的创作的媒介，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比如说喜欢我那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那看到电影的时候他就会说不像电影干嘛干嘛。其实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电影就是归电影，然后这个小说就是小说，它是2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小说作者，虽然我的作品还没有被改成影视化这样子，但是我自己都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有人来要改编我的作品的时候，我一定要全然的去放手，知道这个小孩已经不是我的了。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以前很有名的一个英国小说家叫 Graham Greene， 他大概也是作品被改编成最多电影的小说家，无论是从最有名的第三人第三人的 Third Man， 或者像是爱情的尽头啦，或者那个就是他所有的作品，他以前就是又写电影剧本，又写小说，然后他常常最常出现的一个感叹，就是说这个他的小说作品被改成电影，说已经是他不认得的东西。那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大家都要放轻松，就是因为当它被改编在被创作的时候，它就是会展现出不同的路途，不同的生命。其实对我们观众来讲，其实就是两个作品可以享受的意思。那我觉得《Call Me by Your Name》就当然是前2年是最成功的一个作品，这原因就是说他的电影拍得太好，以至于就是说大家回头再去看小说之后，就小说也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他们两间完全是不打架的，而且事实上的气质上面是相近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天时地利人和才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在看电影或看小说，或者是你听有声书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完成一气呵成的事情，是玩同一个世界。那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天天都会发生的。那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对我来讲，同一个故事如果用不同的说法，然后长出3个作品，其实也是观众的福气。其实我们就是看到3个创作者不同的作品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是也很乐见其成，就是说从小说改成电影，或电影之后因为电影非常成功再变成小说，其实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路途就是可以互相的交换，然后可以走过去也可以走过来。那这个也是我们文策院一直希望能够倡议的，就是跨界的合作跟议员多用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我先讲到这里，对。好，谢谢院长啊。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以你个人身为一个作者，你会很清楚知道，就是小说跟影像完全是2个不同的媒材。所以当今天有人来征询你的改编的一个意愿的时候，你可以全然交手啊。那这个我就想说，因为大家在论坛上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很自由的大家交流意见啊。像因为您是一个作者，所以您可以有您的选择。那你自己有知道，像刚刚讲的 Graham 这样子，就是说他会觉得他认不清楚他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之后，那有没有什么作者他其实那个控制欲是非常强的，或者是说在米歇尔合作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品文在改编军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原作者其实这个沟通上是有一些困难的，或者是院长知道有没有什么案例呢？我觉得这个我只能就媒体上面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大的 IP， 比如说 Harry Potter，right？ 那 Harry Potter 就是很清楚，大家都看到他写一本书以后，电影就出来了。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更有名，最近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对，他小说其实还没有写完，可是他的电视剧已经拍完了。所以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说，我一直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要明白这个放手，就是说它会长出不同的生命出来。那这个创作的事情也是这么的有趣，就是说真的，我们以前在说写一本书就好像生一个孩子，然后孩子就会有自己的生命，然后作者已死，就是你输出去的时候作者就死掉了，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你其实你一旦出版了以后，你就对这个小孩是没有任何的控制权，然后任何一个读者，其实在创作的那个创作者也是你的读者，所以每一个读者对这个作品都有他自己的诠释，然后用他的方式再转译出来。那这个作者如果要有很大的控制欲的话，比如说那个好莱坞很有名的一个就是
那个什么《50 Shades of Grey》，听说那个作者就是非常有很大的控制欲，那其实那个过程就会非常的痛苦。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待会那个制作人那边可以讲更多。那他们有实战的经验，那我只是就一个作者来讲，就是说我可能会觉得看到自己的喜欢的作品或自己的作品，然后要被去改编的时候，其实都要准备好这件事情会变成自己不认识的事情。因为像比如说有一部电影叫做是改了米兰昆德拉的 Unbearable of Being， 那个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就是那个不可承受之轻。那个电影跟那个小说，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完全两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就我来讲，我可以看那个电影，我也可以还是继续崇拜我喜欢的那本小说。就是这对我来讲，这一直都是两件事情。那就刚刚很有名，就是说挪威的森林。那挪威森林当然也是我的爱书，就是村上春树经典。那另外一方面，这不妨碍我喜欢陈英雄的电影，然后他拍出来的电影，我还是可能喜欢这部电影自己本身浓烈的颜色或各方面。然后对我来讲，它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宇宙，完全也是还好。对，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干嘛还要去改编那个作品呢？他为什么不就单独拍一部电影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互相的，就是我刚才讲说创作这件事情一定是互相的影响，互相的致敬。那我们创作者其实不可能在一个无菌室里面去创作，所以一定有很多的创作者也会影响我们。那所以其实我刚才讲说，再创作其实就是因为对方的作品实在很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灵感，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崇敬的心情再去做进一步的诠释。那但是这个诠释权当然还是放在我的诠释权，就是我的再创作权。但是我觉得这前端的故事的来源，还有制裁权的尊重，其实是就是点出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敬意这样子。不过我想刚刚如果做个简单的小结了哈，就是说院长认为，如果是一个作者的话，当有机会被二创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放手，他同时可能是另外一个创作。那另外一个议题是，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共识性的问题。譬如是说，如果这个文学它本身它是先被创作出来的，那当然后面的这个戏剧改编，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后来的创作。那后来的创作，可能大家对这一个后来的创作的观感就会有，它是一致的，或者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是它是比较好的，它是比较不好的。那比较困难的其实是会不会有同时在做，就像您讲《冰与火之歌》他小说还没写完，他影集已经拍完了，像这种同时在做的情形，可能也是会有的嘛。我在想，我可能请说。我觉得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啦。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小说已经被写完了才被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冰与火之歌》这个例子，对我来讲是第一，我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可能我自己脑子里面想到这个是我有生之年听到的第一个例子，就小说家还没有来得及写完，然后他们用一个团队的方式把这个电视剧已经拍完了，因为小说家是一个人在工作的，所以工作速度的确会比较慢一点，但无可否认，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观是由他来创作的。那无论后面有多少的游戏被发明出来也好，然后多少的电视剧或电影或是玩具都因为就在发明出来，但是我觉得伟大的地方还是在这个小说家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宇宙建构出来了，然后里面有多少的角色，多少的王国，多少的人物关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伟大的。对，是。我这里倒是有衍生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本来有一个热门的 IP， 它不是同志议题，那如果有一个制作单位很想要把它改成同志，那我都不晓得这个作者不晓得会不会愿意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个东西就是看，因为比如说我常常会开玩笑，就是说Shakespeare 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怎么诠释它。像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最常被提出来说哈姆雷特是不是 gay？ 其实我们花很多，因为那时候我在念研究所是90年代，所以那时候90年代的性别跨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那时候花很多时间在讨论 Shakespeare 是不是 gay 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有人要把 Shakespeare 变成是一个这种 BL 剧，我觉得可以啊。我想是 Shakespeare 不见得会反对啊。我只是说，如果他还在世，就记得付他制裁权就是了。是。所以我同样这个问题啊，我也想要问一下 Michelle 啊，就是说我不晓得您在这个这么长段的专业的工作时间啊，你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跟作者工作上面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吗？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的制作，并没有做改编。其实也是今年，因为跟这个剧场界这边的合作。其实才第一次是正正经经的在做改编。我们曾经开发过一些项目是，有点像是胡院长刚才讲，就是找一些公版的很久以前的经典的著作，但是是把他们，例如说搬到现代，或者是有调换性别，这个我们之前都有开发过，但是很不幸的并没有拍出来。我自己最近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才进入了这个剧集的制作领域，对，我也还在学习当中。然后也很幸运的是可以跟剧场的朋友合作，所以第一部就是跟 BL 的相关是无关的，是一个叫不读书俱乐部，然后很快就要上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原创作者就是包括剧团的导演，还有编剧、音乐总监，还有一起创作的那些演员们。其实他们反而是很放手，就希望说我们网剧越不一样越好，就是有点像是平行宇宙的概念，对。然后因为那部剧《不读书俱乐部》是一部喜剧，当然它本身有音乐的元素，然后也基本上是一个喜剧，所以可能是喜剧的呈现效果就是会很不一样，在影像上跟现场剧场会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很放手。然后最近呢，我是在做新社员的改编，那新社员的部分的话，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新社员原来的音乐剧非常成功，然后他有一批死忠的粉丝，就是忠诚度非常高，然后对于里头人物的 CP 就是哪两个，其实有很强烈的情绪跟情感。所以我们在就是讨论这个改编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也是希望是能够用原来的这个舞台剧的脚本来改编，但是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很难突破，就是粉丝对原来的这个期待，或者是他们很保护这个对这些人物跟原来这个故事对他们很珍贵，所以我们会很难突破他们的这些想法。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在新社员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探讨过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做番外？因为新社员其实它虽然是音乐剧的一个原型，但它已经有授权小说，有授权漫画。我知道说他们也同时有授权了一个电影版，也正在进行改编中。然后呢，他们也有授权到一些其他的地区，就是海外，就做一些其他种的一些合作。然后因为就是可能授权的范围比较广泛，所以有一些授权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的那个剧本或原来的故事，就有点像是番外，可能有两个人物特别受到观众的喜欢，这两个人物就单独拎出去，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发展。对，所以我们现在的那个在慢慢跟剧团的这个授权改编这个过程中，我们后来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一个方案是，我们还是用这个新社员的这个背景，就是在这个学校，还是原来这个园东四高中，但是呢，我们是5年以后的故事，所以我们会换了一班的同学，所以是5年之后的新的同学，然后他们会跟原来的这些学长也会出现。但是学长就还是原来的学长，但是新的同学就是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去发展一个新的故事，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新社员的这个改编上，其实剧团那边就是有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原来的这个 BL 的精神，所以这个我们很小心，对。然后我们也在人物的设置上是尽量尊重他们原来的那个人物的配置，包括他们的主要的角色里头。其实有一个女孩子的角色，这个女生的角色也是很多粉丝的最爱。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即使是新的一班的 New Class， 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具有同样功能性的一个女生角色。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改编原来的那个脚本的话，我们很容易被粉丝讨伐，包括说演员可能
是不是能够用原来舞台剧的班底来演啊？其实这些都会有很多的讨伐。对，因为这个剧是热爱他的人，就是非常爱他的人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讨论出来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我们有一定的自由度，然后我们也会致敬，就是原来的那些角色跟原来的那一些演员。对，所以目前为止，我感觉都是有得商量的，然后也有找出来一个折中的一个方式。我在想可能在座的其他位并不知道新社员当时有多红嘛。如果我们的这个论坛啊，我们特别广告说新社员的制作最新进度报告，可能我们这个论坛的观赏人次就爆掉了啊！因为其实，在台湾这个新社员真的是非常受影响，尤其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族群啊。那这个族群有人说叫做腐女。但是我个人是不敢直接在这种公开场合就讲说啊，那一个腐女族群是非常喜欢 BL 题材的，这个我觉得需要专业来认证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请何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就是说同志影片或同志议题跟 BL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在 BL 这个社群他们的倾向或他们喜欢的作品，或在观赏影视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大概这几个问题，请你先回复一下。好，那我就比较偏向那种一些比较定义名词上面的东西来做一个简易的说明。那基本上我们要知道，就是 BL 其实指向的就是腐女嘛。那腐女她们跟同志的族群其实是完全切开的。大多数腐女的族群，她们其实是就一般的异性恋。那这些腐女她们比较特殊的是说，她们看的东西也不一定是 BL 的。那因为她们可以自己脑补，所以就算是一些正常的文本包含就是可能知名的一些动漫啊。海贼王啊，火影忍者，甚至就是欧美的我们习惯的那些英雄类的题材，他们自己都有办法可以凑 CP，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腐女中定义的这种 BL， 它其实基本上跟同志的相关的影视作品是差非常多的。那其实用一个白话文来讲的话，就是通常我们定义一个作品，我们会说这个作品很玛丽苏。玛丽苏它其实是一个动漫用语，它其实讲就是说一个女生她到了那个故事剧情中，有非常多男生同时喜欢这女生，就是有点梦幻，有点天真，有点不真实。那所以基本上 BL 的作品就是腐女子们她们幻想中的男恋可能的样貌，所以它其实是脱离现实，脱离非常的多。那因此在这个之间就会产生出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一般的真正的同志，他们其实不一定会看BL 的作品，对。那但是呢，就是这些腐女子，如果这些同志的作品中，他们有一些要素是 BL 的点，那这些腐女他们也会去做观看，所以他们之间的族群是有点交集在一起的。那这交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其实就会产生出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像刚刚提到的新社员。那因为新社员它原本就是一个 BL 舞台剧，为什么可以定义说新社员原本就是 BL 的？因为他创作剧本的人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是有腐女的知识，而且他其实就是一个腐女所以他非常的知道腐女们要什么东西，所以他用这种腐女的角度创作出来的剧，所以我们才可以定义说它是一个 BL 的舞台剧，因为它是用腐女的角度。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同志的编剧他用同志的角度来编一个舞台剧，他那个其实就不能算是 BL 的舞台剧，因为那个腐女他们在 BL 的一个故事架构中跟定义中，他们有非常多他们在乎的一些特殊的点。包含就是我刚刚有讲的 CP， 还有一些所谓的羁绊因为还有包含就是可能一些角色的身份差包含年下攻啊、忠犬攻啊等等等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定义，这些东西它才会满足一个
腐女文化既定的喜欢的样貌。那当然就是有一般的同志的题材的作品，那一定是探讨非常真实的同志可能碰到的问题，跟同志可能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情况。那当然它就会跟我们在讲的 BL 的题材真的是有一些落差，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所以其实大多数的相关的影视作品，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说，有一些作品它其实就是有达到这个交集，所以它刚好是两个族群都可以观看。就像那个最近很热门的那个刻在你心中的名字的这部片子，那腐女也非常的喜欢。对，那但定义来说，它是一个同志电影，但是它却有打进腐女的市场，这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基本上这两个不同的类别，它其实中间的差异就是对于男恋的或者女恋的一个幻想，它造就了就是腐女文化的一个强大，大概是这样子。那何林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日本的电影很多改编来自于小说或者是动漫或者是其他文学类型那你可以推荐几个，譬如说非常非常典型的这样子，像譬如说有的 BL 它其实也没有改编成真人电影，它其实就是动画电影。那像这样在日本一样市场非常的大嘛，或者说它有在台湾的腐女族群里面引起很大的回响嘛，或者是说全世界的腐女族群？因为日本他们算是在腐女文化中，它算是一个发源地。对，那所以基本上他们有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 BL 的作品，包含轻小说或者是包含就所谓的漫画，甚至游戏甚至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影视类的作品那其实有两部作品是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其实一部作品是日剧前几年非常红的，就《大叔的爱》。对，它其实是红到连非腐女族群，就是一般的大众，他们都会喜欢观看，那收视率还不错。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它很特殊，它已经是超越就是腐女文化。那当然一开始它这部片的，我觉得他们改编成日剧，一定是为了要吸引就是腐女的目光来，至少有一个稳定的收视族群。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个文本的设计跟整个桥段的安排，再加上就是演员的诠释，所以它其实还是少数我觉得 BL 的作品它打进的是一般大众市场。那有点像是现在的科仔的感觉，就是科仔也是很多都是就是一般的大众在做观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没有改编成那个真人，但是它是就是动画非常的热门，就是叫做《鸣鸟不飞》。那这作品其实很特殊，为什么很特殊呢？是因为它来台湾上映的时候，刚好是那个肺炎最严重的时候，对，而且它的开的听数还很少，但是它却就是几乎常常都是7分满8分满，所以票房也还不错，都有我看新闻有到3月的日本票房的，就是日本片来台上映的票房冠军，对，那就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就是腐女的这种力量它其实有点算是一个跨国界的一个情况，所以非常的特殊。那这种跨国界的优势，我觉得也是可能是我们台湾影视的优势。对，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很支持这种就是BL 向的作品嘛。那我们也知道说，像我这边举个例子，像之前中国大陆他们就有政策方面的就禁这种 BL 的作品，所以有一个作家叫田怡，他就被判刑，判10年，因为他是做 BL， 他写 BL 网络小说的。那也因此你会发现说，其实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这种 BL 作品就慢慢的被下架，被有意识的下架，所以你会发现说，也因此有很多这种中国大陆的这种网友，他们就开始就是甚至去看泰国的 BL，
的片子。那所以之前有一个事件嘛，就是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 BL 片子叫《假偶天成》，那里面的男演员，真实的男演员，他的真实身份的女朋友，就是有在他的社群网站打上说她长得好像一个台湾女孩，那中国网友那边就暴动。那但是你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他们其实因为在中国那边他们没办法看，所以他们就有点算是翻墙到泰国那边看泰国的 BL 作品。那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其实 BL 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现象，就是它是跨国界的，而且它可能就是会引起就是不同的族群的一个骚动。那也因此，像刚刚我提到那个《鸣鸟不飞》这个作品，它其实真的有吓到我，因为它在台上映，其实日本动画片在台上映本来就是小众，那甚至它又是一个 BL 的作品，但它的票房还不错，而且还是在肺炎期间，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也是 BL 的一个影视作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跟优势，大概是这样。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台湾目前了啊，因为其实你本身对动漫的研究也很多，那台湾目前是不是也有这样子一个 BL 创作的风向，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目前在观众朋友里面也有制作单位，也有想要做影视改编的，你有这样子一个推荐的作品，或者是应该从哪里去找寻吗？好。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台湾的这种动漫文化，一直都很多 BL 作品，但 BL 一定会分有所谓的原创跟二创。那二创的部分当然就是就像刚刚我们讨论的嘛，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本来它的文本是完全正常项，但是被二创的人改编成是一个 BL 哦，这个也是一种创作嘛，但他那个是二创，所以他有点算是侵犯原本作者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设定，但是它其实也带动了这种二创啊，它也带动了一种腐女文化的兴盛。那我们如果用这种角度看的话，其实它算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情况，也因此就是这些二创的创作者，他们其实一定会慢慢的开始创作自己的原创的东西。那他们原创的东西其实也都非常的有能量，那包含有一些小说包含就是有一些是漫画。那漫画其实我觉得是最能期待的因为其实在近3年就有非常多这种 BL 的漫画作品，它是得到金漫奖，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的在整个金漫奖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大多数这种 BL 作品都是只是入围，还没有得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奖项。但是我从2017年开始2017年的少女漫画类的一个得奖的作品就是叫《记忆的怪物》它是那个蚂蚁的作品那他的这个作品其实就是当年得到少女漫画类的这个首奖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进行一些讨论，因为它算是第一个这种纯粹 BL 题材，而且它里面有18禁的画面，但是它却得到就是少女漫画的一个大奖。那之后呢，就有非常多这种BL 或 GL 的题材，一直都有获得大奖。那另外一部就是2019年的金漫奖，就是去年的金漫奖就是由星期一回收日他的创作，就是叫《粉红缎带》，他也是得到少女漫画类的大奖之外，他还是得到年度漫画奖。所以他算是第一个这种就是腐女类的 BL、GL 的题材中得到年度漫画奖的，他是第一个作品。那像今年就是因为我今年刚好是那个金漫奖的评审，那在评审的会议中，其实你也可以发现说，众委员们对于就是 BL、GL 的漫画的题材的觉得这些作品的深度是越来越深的。对，就不像可能10-20年前那漫画，你会觉得说 BL 漫画好像就是比较故事性比较单薄，没有什么深刻的部分。但是你看这几年的这些漫画作品包含其他金漫奖评审也一致认为，就是这几年的，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台湾
同婚的通过之后，那漫画家们关注这个议题，而且花了非常多时间进行创作。那他们的创作你也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有厚度的。那也因此就是评审们一致都肯定说，这几年的漫画家在这个议题上有非常的深刻。那像今年金漫奖其实也有一部作品是有类似的题材，就是星期一回收日。抱歉，我更正一下就是那个大城小事它是那个红的作品。对，那大城小事它的这个作品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多集的作品了。它这次金漫奖入围的是第4集跟第5集。它其实每个短篇的故事这样子集结的一本漫画，那谈的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内容，那谈的是一些现代的一些生活烦恼的一些小小的故事。对，那比较特殊的是说，他在第4集中，他有一个桥段让很多评审们都很感动，就是在讲那个多元成家的这一个故事。那甚至大家都觉得说，他应该也是可以拿到就年度大奖的这个程度那当然最后就是我们人投票，他输1票，但是对我们其他评审来讲，他其实也是年度大奖等级的漫画。所以我觉得下个阶段的影视的作品的改编，除了文学之外，其实可以就是关注这些很厉害的漫画作品。那甚至很多评审其实就在会议中说，我好想这个作品看成它变成电影的样貌，他们已经在评审会议就直接这样讲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这边也就是非常的就是鼓励说，如果刚好就是现场的观众有一些是影视工作者，也可以关注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作品，大概是这样。OK， 其实我们嘎嘎乌拉拉经营这样的影音平台，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同志跟 BL 完全不同的趋势，跟完全不同的收视群那在我们不管是行销方面，或者是整个市场操作方面，尤其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开通的 OTT， 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收视的习惯跟偏好都非常的不一样。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在 Twitter 上面所发表的跟 BL 相关的作品或者是讨论，其实 follow 的人很多是来自于拉丁语系。那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作品是菲律宾的作品偏多，可是呢，在 Twitter 上面的 follower 也有很多是来自墨西哥跟南美洲。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蛮意外，就是说以一个 BL 的作品，然后原先我们的观众是男同志或者是 G 片的观众，那没有想到呢，一转到 BL 的时候，我们的市场其实开到另外一边去。那因为我们在进到 BL 这个领域其实还非常的新，所以我们还一直在 testing 的状况。那我们 testing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我觉得没有突破的，就是刚刚何林所说的，就是男同志的创作者跟腐女出身的创作者，其实那个 mindset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不管我们自己的原创也好，然后大部分能够找到的都还是目前或者是过去从事同志片的同志电影的创作人，反而是比较少 reach 到就是不管是腐女或者是 BL 族群的创作人。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原创推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找的题材那在我们刚刚乌拉这个平台上面呢，一直以来有一个长销型的作品很多人呢登录我们平台或者是转为付费会员呢，其实是为了看这部作品就是平文导演的电影军犬那军犬这部电影其实它也是在同志电影里面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或者是说比较小众的族群它比较是跟 BDSM 相关。那是不是可以请平文导演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当时怎么样开启这个改编的动机，还有在过程当中有什么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或困难的事情？军犬这个作品是当初小说的作者，然后还有火金谷公司，他们想要委托我来做一个制作，然后我们就先做了一个短片这样子。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跟原作者的合作的部分，我还蛮想分享，就是请说。
就是那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来委托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还蛮惊讶，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我不知道这部作品，但是我去了解以后，发现它是在次文化界，然后同志圈，然后还有对于 BDSM 有兴趣的人的一部圣经的小说。然后我去了解以后，就开始觉得这个小说的故事跟它的主角都非常的有趣。那我其实开始跟小说，就是开始决定说要拍摄这部作品以后，我其实从小说作者那边得到是很多的协助，因为我需要去了解说，比如说 BDSM 的社群大概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在进行这样子的游戏，或是活动的时候，他们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官体验。所以我是借由作者帮助去引介我认识很多就是SMer， 然后他们的社群或是活动或是SM 相关的表演，然后开始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当初在那个要把它改编成短片的时候，因为小说其实很长嘛，然后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它非常适合做成长片或是改编成剧集。那因为我们一开始的任务是先做成一个短片，所以我们就必须去怎么样让它是适合是一个短片的形式，因为它是一个那么长的小说。那当时我就跟编剧于一勋，我们就讨论，然后我们是因为这个故事，他其实是一位军人，他是在军队里面工作的一个正职的军人，职业军人，然后他想要跨入 BDSM 的世界，所以他开始在网络上去寻找主人。那我们觉得这故事里面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他跨入的这一刻，就是他犹豫，他有点害怕，然后他不知道要怎么进入这个世界，跟他第一次跟主人讲话，然后那种有点小鹿乱撞又有点害怕的心情，我觉得这一刻的心情是非常适合作为短片的改编，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选择小说里面的这一段，然后再借由这一段再把它发展成一个短片的剧本，然后来进行短片的创作。那因为这个族群是比较小众啊，或者是说它比较不是社会上大家容易关注到的族群，那你当时在 study 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譬如是说跟演员之间的训练啊？因为我想不是所有的演员都是同志演员嘛，或者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够胜任这种 BDSM 的这种技术，那你们有什么样有趣的过程吗？其实一开始要寻找就是饰演的演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他就被当时同婚还没通过吧，所以当时就有2个标签，第一个是同志，第二个是 SM。所以其实有一些接触一些演员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他们会有一些顾忌。那后来我们很幸运找到那个男主角是那个姚春耀，对，今年的这个金钟奖影帝哈。对对，恭喜他。那他就是当初一开始得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有点就是怕怕的，然后不太确定说他要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来诠释。那我们是在排演的过程中，我们也是请作者的协助，然后他帮我们邀请了一些就是 SMer， 然后这些社群的朋友，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就有一天就邀请他们来，然后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然后聊天，然后让演员直接去了解他们的一些事情，然后有什么不确定的事情都可以直接问。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演员就很快的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这些游戏里面的刺激的所在。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自己是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跟社群的聚会，然后借由这样子来了解。就是说导演要拍这个题材本身也要以身试法哈，差不多。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那这一部片在短片的成绩其实是非常好哦，那后续有往下改编成长片的一个计划吗？这个部分其实目前都还在讨论中。那如果有大家的观众或者是相关的影视产业，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联络这样子。
那你既然已经开发了第一个这个 BDSM 的作品，这个会是你未来的一个系列吗？就是会往这个方向？我的创作它比较不会被主题限制，那可能是我当下或者说我目前的生命经验，我有什么想要说的会去说这样。但是这个主题我也是非常有兴趣，也是很希望可以继续发展。所以你接下来的创作主要也是以个人的创作为主，不会走向改编的方向吗？都不排斥，就是其实只要是有趣的主题，我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OK， 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新社员的这个主题啊，因为其实 BL 在台湾哦，其实他们的这个行为哦，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让人家不太能够了解。像譬如是说，我记得当时新社员音乐剧在演出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那种应援团。然后1刷、2刷、3刷，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音乐剧的场次呢，是直接可以合唱的。然后跟着台上的演员合唱，然后必须自己准备一个那种应援团的这个的板子啊，或者是那种加油棒啊等等的，然后进去到这个会场里面。那其实在当时是非常疯狂的，然后是我们在台湾的第一个这个 BL 的音乐剧。那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说，这个题材在台湾会受到这么大的欢迎。所以其实就是我自己刚刚这样子听，因为我本身有 involve 第一届的这个就是新社员音乐剧的这个第一集啊，我其实也会替Michelle 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些族群呢，对于他们原创或者是心理，像刚刚何玲有提到说，他们自行脑补的那些情节，其实是圣洁不可侵犯的。所以你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可能会有番外篇或者是这个再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原创的作者也有协助你们吗？有那个当时我们就是我们是5月多的时候接触这个 IP， 然后其实就是剧团有提供我们很多他们授权出去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有跟我们分享。Michelle， 然后哪些是一些雷区我们要避免的。然后就是我自己就是因为后来意识到说，原来的这个新社员的剧本，还有原来的那几个人物，其实是就像那个您说的，就是 Han 说的，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可侵犯。所以就是我们才想到说，那我们可能要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得跳出原来的那一班同学，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还是这个高中一个摇滚乐团这样子的一个设定之下，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就是发想，就是我们重新塑造或者重新编写几个新的角色。但是就是说，原来的舞台剧它很珍贵的地方，就是它的气质跟它的那个痛调特别的可爱，就是所有人都很可爱，然后他们的爱情很纯粹。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们的粉丝就特别疯狂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以前很早的时候操作过17岁的天空，就制作了一个这样子的电影。其实我也感受到了有很多的女性观众当时就是不停的2刷、3刷、4刷看很多很多遍，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很多女生她们为什么喜欢看 BL， 是因为她们喜欢那种纯粹的谈恋爱的一种感觉，那种感觉是很美好的。在很多的就是在很多的普通的，我们会看到一些其他的爱情故事，也许是男生跟男生，就是同志爱情故事，或者是男生跟女生的。其实很多的爱情故事呢，不免都会走向到一些现实的问题。要不要结婚呐？可能那个不小心怀孕啦，或者是说可能面临就是说你们是就是男生如果跟男生如果是个同志爱情故事的话，可能有禁忌啊，不可以被人家知道啊，或什么之类，就会比较痛苦。对，但是在 BL 的世界里头，其实相对来讲，尤其像新社员这个世界，其实很可爱、很美好。对，当然爱情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也会有猜测说他喜不喜欢我啊什么这些，但是这些的程度整体来讲，还是偏向是比较可爱跟比较美好的。所以这个感受、这个精神跟这个气质，是我们在改编过程中一定要保有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很我们自己会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就是一定要保有的一个部分。我可以插个话吗？好，我觉得这个 Michelle 讲的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我一直在听这个腐女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重要是纯爱主义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的女性，她们去看韩剧也好，或是来看 BL 剧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纯爱主义，就是说她知道生活里面有阻碍，但是她不会被社会制度所侵蚀，所以那个爱情的成分是非常纯粹的，然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是可以被确认的，所以我常会觉得说，其实那个同志婚姻，那时候我有写一篇文章，就是半开玩笑，就是说欢迎来到异性恋的世界，因为结婚这件事情真的是它是社会制度，它是个经济制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因为我们可以结婚以后，我觉得 BL 剧的走向势必会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就是搞不好以前的这个些妯娌之间，大家都觉得这种家庭剧很俗气啦。那个东西好像只有在异性恋的女性身上才会发生，就比如婆媳的问题啊，干嘛干嘛。那是不是以后的 BL 剧要不要处理这些东西？我个人作为一个观众，我会非常好奇。我想要补充一下，可以的话，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说，因为其实，在网络文学这一块里头，其实 BL 的网文现在它的那个剧情啊、类型啊的丰富性，它已经非常丰富了。就是它也会有，就他们不是只会是年轻人在谈恋爱，就是很多都已经是可能是社会精英，甚至可能是军人或者是警察或者什么是之类，就是他们有就是很大的类型包装的故事去做，然后也不只是那个人物也不会是只局限在年轻人或高中生，也会有可能刚刚何琳也有讲什么大叔的爱，就是其实是成年人之间的这种必要。然后我觉得因为台湾是这几年才开始比较多部就是系列化，甚至就是说一部推出紧接一部的有这样子的BL的影视作品，所以但是我所以就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趋势，但是我觉得慢慢是会看到，就是目前就是新社员他还是个高中生，就是全部人都是所谓的什么小鲜肉也好，为什么就是年轻人，但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新社员的这个故事里头，其实有一对 CP。是教官跟那个老师，那他们其实是一对比较虐、比较悲情的一对 CP。那我会觉得是说，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 BL 的影视作品，其实不会是只聚焦在年轻人身上，也会有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角色，也会有一些现实的，可能比较有些。就是说，就是现实面的一些东西会进入到他们的爱情故事里头，这个我相信是会看到的。不过我就是要回应，就是说，因为刚刚秦访也有提到，会不会有那种妯娌之间啊，或者是 BL 之间的这种类型？那米歇尔也有提到说，其实，在 BL 里面，这种网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领域也好，就跟 BL 的这种类型，它是极大化被包装出来的啊。那我就是在想，那跟同志片的差别在哪里？就回到何琳刚刚讲的，其实如果你有一个腐女的根。然后你有那种想象力，你做出来的就会是 BL 的剧情。那如果你没有，那你做出来的就是同志。我觉得这个有跟没有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何琳，你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或者是米歇尔，你有什么看法吗？因为譬如说，你刚刚讲，我有一个看法，对，没事，就是我自己有制作过。比较偏 BL 向的片子，也有跟就是同志导演，或者是做就是其他的同志，就是很纯粹是同志的议题的片子。我觉得有一个差别，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这个喜欢或这个爱啊，这个出发点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但是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就是大家可以那个反驳，或者是就是可以讨论。就我觉得同志的爱情故事里头，就假设我是一个男生，那我喜欢的是一个男生。然后我是个女生，然后我喜欢的就是一个女生，但是在 BL 的世界里头啊，其实我是个男生，然后我喜欢上的是你，只是你刚好是一个男生，但是我喜欢的是你，我觉得不太一样。对，然后我觉得那个 BL 之所以会让很多女性观众特别喜欢，就是他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是喜欢上你了，那你就偏偏是个男生，我能怎么办？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就是会成为一对 CP， 会在一起。这种有一种就是刚才何琳有讲到有一种羁绊，对我个人的话，我是把它解读为是一种宿命感。然后这种宿命感的就是我就是怎么样就是会喜欢上你，你怎么样就会喜欢上我，不管我是个男生还是女生，你是个男生还是女生，这种宿命感呢，其实对女性观众来讲，
就也是像胡院长刚才讲，是那种确认的感觉，其实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女性观众很需要这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研究的以后的差别。因为就是我们异性恋其实还异性恋的女性啦，就对真爱是有执着的，所以这个纯爱主义，我还是要用纯爱主义，就是她追求爱情的纯粹率。那我自己可以提一个观点哦，就是说，我自己有注意到，就是说，大部分的我的同志朋友，他们对，比如说他们对 Call Me by Your Name 最大的意见，其实就是没有身体感这件事情。那也许就是说，所谓的腐女，或者是说纯粹真正是你是 gay 的，真正你是同志身份来拍的话，我觉得那个感官、身体感的确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就对，比如说对我们这些女性观众或一般的观众，觉得《Call Me by Your Name》里面的一段的夏日恋情，跟那个June and Jean 是一样的，就非常的无疾而终，但是它停留在你的记忆里面，影响了你一生。这件事情我们会去觉得已经够了，可是我的同志朋友就会觉得里面根本没有床戏啊，没有身体啊，没有裸露啊。我现在想是不是这件事情是我只提出来，我并不是很确定。那他们对这件事情最大的抱怨可能就是差别在这里，因为纯爱主义的确在身体这件事情是比较少的，就比如说像韩剧也是，就韩剧里面的身体感是比较少的。可是我们如果去看韩国的电影，里面的身体感是很强烈的。那大家都会说那个韩剧的很多观众其实是女性观众，那是不是这些都会女性其实他们在看韩剧的时候，或看这些所谓的同志电影的时候，虽然他们自己本身，我刚才还是要回到一个异性恋的社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社会制度是直接压在异性恋人的身上。那当然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结婚，一起加到这个，无论是一起打破这个桎梏也好，或者一起来体验一下社会制度是多么的沉重啦。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对，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下，不好意思。对，那因为其实就是部分的 BL 也有那种18禁的啦，那只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单纯就视觉来看的话，就是 BL 的男一定就是美型的，他就是唯美，所以我们才说 BL 它就是耽美嘛，耽美这个词。对，那包含说，但有一些非 BL， 包含那个有一些漫画家，像什么田龟元五郎啊这种，你去看他们的漫画，你就会知道说，哦，他这个就是同志漫画，因为他的整个漫画设计的造型哦，他就是像那个田龟元五郎，他就是比较多肌肉线条，甚至他是用熊族的方式，就是比较壮汉的方式去来刻画他的一个漫画。那通常这种腐女子或者是这种 BL 这种就会觉得说，哦，他这个就是同志的漫画，不是 BL 漫画，所以其实那个视觉感还蛮重要的。那当然视觉感就会牵扯到说，哦，那到底3次元你要怎么去把这个视觉感的唯美把它拍出来？所以就包含说这种腐女像他们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RPS， 就是说他喜欢的是真人的这种 BL。那通常他们的主角群一定都是长得非常非常的俊美，甚至就是某些时候他们可能会长相非常的中性。对，那这个当然是用视觉的角度去看啊。那但非视觉角度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它的叙事跟文本中，其实它就不会牵扯到太多，就是像刚刚那个就是制作人跟那个院长有提到，就不会有太多那种就是世俗中的纠结，因为它已经是在一个 BL 世界中了，所以在 BL 世界中，男生喜欢男生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一个那种同志影视上面的那种沉重感。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有接触过的 BL 网文还有漫画，其实尺度已经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感，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逐渐就是这两个族群的口味会越来越一致。但是我同意何林的那个意见，就是目前对于
人物的外形，就是这个外观，可能就是腐女群众的审美跟纯同志群众的审美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吻合。对，但是我觉得，因为随着所有全球的审美其实都一直在多元化，这个可能慢慢也会交集。对，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不过我觉得总归刚刚大家所讲的，不管是纯爱主义也好，或者是外形上的偏好啊，我自己觉得米歇尔刚刚有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在 BL 宇宙里面，他们的相遇或者是相爱是命定的。那在同志电影里面，他可能还有一个，他必须要出柜，他必须要认清楚自己的性向，有这一层。那这一层其实在 BL 的宇宙里面是没有的。就好像不管是大叔的爱也好，或者是像现在如果30岁还是处男，可能是魔法师这个非常有名的 BL 剧，它其实他们男生爱上男生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在这个宇宙里面就是如此的自然。我觉得这可能是 BL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像譬如说，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同志导演，他们在拍摄 BL 剧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在嘎嘎乌拉在制作当中的，有在泰国也有在菲律宾投资的 BL 剧，其实都还是跟同志导演合作。那慢慢的，同志导演也会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剧情的推演当中，其实是不需要有这种性别认同的过程，它其实是可以很自然的就跟同性发生关系，因为在这个宇宙里面，它其实就是爱。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秦房说的这个纯爱主义，我觉得在 BL 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 fundamental 的东西。这样好，那因为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刚刚有讲说有彩蛋哦，不晓得是不是院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您是观众，您是影视制作者那如果您想要知道在不管是文学的改编不管是 BL 或同志在文策院的这些众多的辅导项目里面，有没有可能是帮助得了我们这样子想要做改编项目的人呢？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介绍一下台湾文策院的一个测定机制。那大家知道，我们6月份已经有一个内容开发机制，也就是说，媒合出版品跟影视圈的合作，那希望邀请年轻的编剧者都能够进场一起来改编作品，变成电视剧以及电影。那相关的资讯都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欢迎大家都能够上网来了解我们的相关的安排。那另外一方面，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这个小小的彩蛋呢，就是跟嘎嘎乌拉拉一起共同来宣布所谓的最后一桶金的测定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嘎嘎乌拉拉这个平台上面被国际通路挑中，那国际通路也包括嘎嘎乌拉拉这样一个台湾原创的通路，可是已经打出了全球的品牌。那只要被他们看中了，而你的团队是台湾的原创内容，那在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得到文策院的最后一桶金。那最高奖金会是30万美金，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被看见，都能够发光，然后都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制作出来，然后及早面对全球观众。谢谢院长跟我们分享这个文策院很重要的彩蛋哦。其实我们之所以在这个论坛会设定这个主题呢，就是说如何从一个热门的 IP 改编成LGBT 影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文策院或者是在台湾，其实有很多这方面，不管是前期剧本开发的支持，那或者是后方最后一桶金的这个加持，让这个影集可以成型哦。所以希望呢，今天有机会在线上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影视创作或者是制作的朋友们，都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投案，那或者是多关注文策院相关的政策。那相信呢，能够在您这个圆梦的路上呢，不管您是想要往 LGBT 的方向，或者是任何的小说类型都可以成真。那今天很谢谢所有的来宾，那我们今天的线上论坛就先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